今天呢要讲的议题啊，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大多数的人呢，他不是不愿意自我成长，就找不到方法。就如同呢，大家常常会想说，我都要减肥，但是始终把它减不下来，是一样的这个概念。背后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没有去面对这个困难。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打开全部的订阅。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我成长超级无敌的重要。人能够成长的第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先面对且了解自己的不足。其实我在有这样的体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一直认为我的能力值还算不错，所以啊，我每次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时都用我当时候明白的方法去做，但效果就是不好，没办法突破。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想说，我只是不够努力而已。我啊，只要再努力一点点，或是运气再好一点点，我应该有办法突破，做到更好的成绩。但是就很努力，就掉到了低谷里面。其实啊，像这样的状况，很多人都有。后来到低谷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不对，如果有一件事情啊，他重复做了10次，都还是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成效，一定有问题，就开始认真的在检讨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其实它背后的问题就是，我纵使知道了有些问题，但我没有正面的去面对它，我只是一直在以我要更努力、更有效率来去做解决而已。这个时候啊，我就告诉自己一件事情，我把我当时候全部的恶况，还有当时候的状况都把它列出来。列完了之后啊，我才发现到，原来啊，从第三人称的这个角度看自己的这个缺点跟当时候现况啊，真的有很多问题要改进的。那这个时候啊，就蹦出了我一个哲学。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要如何突破这个困境。但是大家都知道，要突破困境的时候，常常会产生出一个拖延症。所以啊，那个时候我就弄了一个方法，就是我拿了一罐1公升的水在旁边。那这1公升的水啊，我把它放在旁边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在把这1公升的水喝完之前，我要把我现在的现况全部都把它解决掉，我要写出这个解答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写了第一条是什么？其实我真的能力不够，我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上面的问题，我真的要去请教别人。然后啊，第2条我再写出来就是说，好，那我这些问题我要请教哪些人？第3件事情就是请教了这些人之后呢，我下一步要做些什么事情？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把那1公升的水把它喝完。最后面呢，我就列出了我一个 to do list 出来。结果呢，我自己把水喝完之后，我就把这些 to do list 拿出来，然后一一去问当时候我觉得我身边最能够帮助我的那些人的一些意见，然后一一的去把它解决掉。那个时候我真的才开始突破我的困境，我的事业才慢慢的开始有所改变。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到一个环节，没想到我真正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先面对自己完全的不足。所以啊，其实很多的小伙伴啊，没办法成长的最大原因啊，其实是因为不认输，害怕丢脸。但我认真的也告诉你，人是有极限的，你必须遇到你的极限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哪里不足，然后啊去请教他人，去看书，去学习，然后去实做到自己身上来，你才有办法去做成长。不然啊，你只会一直在骗自己，原来自己有在成长，但其实只是在陷入泥沼当中。所以自从那一次之后啊，我就告诉自己一件事情。你要成长之前呢，你必须先承认自己烂，然后啊，我烂，我骄傲。那骄傲的原因不是说我真的是摆烂掉了，而是啊，我要知道自己，我当时候就真的不够好，我已经面对它了，所以我是准备要成长的下一步。所以很多圣人都讲过，你在解决问题之前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先面对问题。这个概念很简单，你也从小都听过。我也是，但是呢，我到20多岁的时候啊，才发现到原来它这么的重要。所以到后面呢，其实只要有小伙伴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我大部分的时间点都会先跟他先探讨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先让他面对自己真实的问题。说实在的，无法减肥，减不下来，说不定他只是觉得我没有必要减肥，我觉得我胖的很可爱啊，我觉得我肉的也很可爱，我没有这个必要。当你觉得没有必要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行动。所以任何事情都一样，每个人想要成长，是因为他心里想要成长才会成长。当他心里不觉得要成长的时候呢，成长这一词呢，如同虚设。当你今天遇到真正困难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一直催眠自己，我要成长，我要更有效率。你的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去想的是我到底在哪里碰壁，而碰到这个壁之后呢，我能不能解决它，还是我真的不能解决它？如果真的不能解决它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放下你的心魔，真的去认知到，原来我真的无法。
我真的需要有人协助我克服。当你这一个念头转过来的时候啊，你才是成长的开始，你才会找到改变的动力。所以啊，很多人无法成长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鸵鸟心态，他会躲在洞里，觉得我不需要，我不必要，我也胖得很可爱，我也不需要这么好的生活，我觉得赚这些钱就够了，我觉得这样的学历就刚刚好了。说实在的，这个就是多数人没有办法一直突破自我的一个模式。Mark，你讲的我都懂，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没有办法去克服我这一个无法克服的这个地方。我认为我没有问题啊，我也觉得我没有觉得我很成功啊，但我也没有觉得我自己很烂。那你刚刚这样讲完，我还是不懂。那时候啊，我就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就跟他讲说：好，你把你心里渴望的样子跟我讲。他就跟我讲，他想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士，他希望呢，他手上握有专业，但他不觉得像他手上做这件事情是有对应的专业的。那我就跟他讲说，来，所谓你会觉得没有专业，是因为啊，你觉得别人的才是专业，而你这些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啊，你不认为它是专业，是因为你没有自信。所谓的专业，其实是突破自己的盲点，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专业。所以啊，当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啊，我就一直追问他，那你认为心中的专业是什么？他就拼命的讲出他心里的这些专业的模式。我后来就跟他讲说，这些都是幻想，那些都是别人的自信，不是你的专业。别人很有自信，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啊，这就是他们的专业。而你现在只是虚假这个样子，其实你根本都没有这些专业，你在追寻的是一个假象的梦。这个时候啊，他才慢慢的有体悟到。原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针对一件事情很累积的慢慢的做起来。这个时候啊，我就说，对，你已经在开始承认你心中的这个烂了。以前你的姿态很好，你的天赋很好，所以你做一些事情都很容易有小成功。但是因为你没有钻研，就没有办法达到你心中所谓的专业。而你现在面对了自己，没办法静下心把一件事情练到别人做不到。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你就是改变的开始。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的很定下心，每天去把一件事情把它做好，做到后面呢，大家开始慢慢的去问他说，你的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的？他开始有自信了。此时此刻呢，他就步上了这个专业。多数时候啊，成长是看不到的，你必须做每天很无聊的事情，慢慢的，你就会成长了。然后呢，隔了1个月、2个月、3个月，回头去看，你发现到，你居然突破了3个月前的自己，这就是真实的成长。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成长就要瞬间的改变，瞬间的爆发，那是因为你太心急了。真正的成长就跟减肥一样，你会没什么感觉，你必须要慢慢的，最后你回头去看，照镜子，你才发现到原来自己已经改变了。其实这就是背后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啊，很多人无法成长最大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不愿意面对自己。如果今天呢，你愿意面对自己的话呢，我给一个建议，如果你真的很想减肥，你就每个月的月初拍一张照片，把它贴在墙上，再买一件裤子，你穿不下的裤子放在那边，然后啊，每个月就一直提醒自己，为什么这个月我又穿不上了？当你连续2个月、3个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我好像真的应该要来减肥一下。这个就是改变的动机跟改变的初衷。记住，做任何事情初衷很重要，所以把你的初衷，你想要改变的那件事情，把它写下来，贴在你的书桌上，贴在你的电脑前面，变成你的手机桌布，来不停的提醒自己，来帮助自己成长跟改变。今天的议题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在想要成长之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自己的不足跟弱点，它并不可耻。多数人是因为觉得可耻才不愿意面对它，但是你知道吗？当你越逃避的时候，你就越不会有成长，越不会有改变。那你的生活明年、后年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希望自己每天可以好一点的话呢，就必须回头去看你到底哪里不足。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我是马克凡，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关键思维当中，你可以来看看书，希望对你会有帮助。那今天呢，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1跟礼拜4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我们下次见，拜拜。